以点为主的皴法主要有2种：横点皴。横点皴也称迷点皴，它用饱含水墨的横点密集点出，破墨、积墨并用，点线浓淡并用，也可结合运用适当的泼墨。用笔要注意山峰的结构和山峰之间的浓淡前后关系。这种皴法最能表现江南山水间晨出雨后的云雾变幻和烟树迷蒙的景象。点子也要有疏有密，不可平均对待。竖点皴，这种皴法亦称豆瓣皴、雨点皴，为长点形的短促笔触，常用中锋稍尖，以侧面画出，用来表现山石的苍劲厚重。这种画法具有峰峦浑厚、势壮雄厚的特点。用笔要求扎实肯定，不要蘸墨太勤，每蘸一笔墨要求画的时间尽量长，使画面产生由浓到淡、由湿到干的效果，使山峰上下前后有用笔的过渡，避免生硬。画树木一般应注意根据树木枝、干、叶的生长规律和生长特点去画。树枝的画法，画时起手如同写字，一般是自左向右画，而且要左向下画，右向上画，以顺手为宜。树枝有2种表现画法：一、鹿角法，画出的枝条上挺如鹿角状，特点是用笔交错穿插，既变化丰富又活而不乱，但要避免取直角或呆板生硬地处理枝条结构。二是蟹爪法，画出的枝条下曲像蟹爪，也称雀爪、鹰爪。一般枣树、柿子树及盘槐的枝条大都采用此画法。这种画法用笔挺拔圆劲而富有弹性。画树干时，用笔要圆劲挺健，要表现出树干老辣苍劲的质感。画时用笔应注意突出顿挫转折，以表现出树干的矫健多姿，富有生气。
松树用榆林村，要求用笔苍劲有力，毛而不光，用墨要较重，但要注意变化，注意虚实，注意鳞状的长短、大小、方圆的组合，避免死板概念程式化。柏树用绳索村，要有明显的线路，围绕树身盘旋而上，以体现线条的韵律。用笔用线要有韧性，如同书法中的草书，有连续不断之感，避免线条僵硬板滞。柳树用人字村，要求用笔短促扎实，表现树皮的粗糙感和厚实感，避免用笔无力或轻浮单薄。老树年久，雨水冲刷，常使根部外露，曲折盘绕，如龙如蛇，给人以特殊的美感。画树根应用中锋枯笔，以使之具有毛蜡苍劲之感。中国山水画家根据自然界种种树叶的形态，综合概括加以提炼，形成了画树叶的两种方法，就是点叶法和夹叶法。点叶法即墨叶，较多用于表现常绿的叶子，如松树、柏树、桂树、冬青等，或远处的树林。表现形式为各字点。介字点。胡椒点。松叶点等等。画点叶要有力度，要有节奏，
要有参差交叠和疏密变化。夹叶法即双钩，多用在画果树树叶或形体结构较特殊的叶子。画夹叶，钩线要灵活，要有层次，力介平板呆滞。下面就向各位展示一下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树木的画法。松树在山水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一是它的树形变化多，二是它具有岁寒不凋的气质，一直被人们视为高尚节操的象征，所以历代山水画家多喜画松。画松时，要先立干，再分枝，用笔要挺进，刚中渐柔，表现出婀娜的姿态。松叶多为扇形结构，松叶角上仰的扇形一般由中间一笔画起，先左后右，每个扇形小单位参差交叠，构成一大片树叶，要注意浓淡疏密的变化。